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想跟你们聊聊我的第一次翻译工作。那一天，我真的又紧张又兴奋，因为我学中文很多年了，也一直想试一试做翻译。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。那天早上，我早早起床，照了照镜子，对自己说：加油，你可以的。然后我穿上最干净的衣服，还喷了一点香水，想看起来专业一点。出门的时候，我的心咚咚咚地跳个不停。我坐地铁去公司，手里一直看着我准备的笔记，里面写了很多常用的翻译句子，比如请稍等一下，可以再说一遍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一边看，一边在心里默念，好像要考试一样。到了公司门口，我深呼吸了一下，然后走进去。接待我的小姐姐笑着说：“你是今天来的新翻译吧？”我点点头。她说：“别紧张，今天是小会议，主要是练习。”听到“练习”两个字，我心里舒服了一点，但手还是有点抖。会议开始了，第一个说话的人是中国老板，他说的特别快，我听着听着就有点懵。他说：“我们这个项目需要更快的反应和更灵活的团队。”我赶紧翻译给外国客户听，可我太紧张了，把灵活说成了 soft， 柔软的。客户一脸奇怪地笑了，老板也笑了，我也只好笑着解释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第一次翻译。”大家都笑得很开心，气氛反而轻松了。后来我慢慢放松下来，有人说中文，有人说英文，我在中间像一个桥梁一样。可是翻译工作真的不简单，有时候一个词太难了，比如成本控制这个词，我突然脑子一片空白，完全想不起来英文怎么说，只好笑着说：控制花的钱。客户马上懂了，还点点头说：哦，cost control，对吧？我赶紧笑着说：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大家又笑了。那一刻，我发现其实不用太完美，只要让别人听懂就好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老板说请大家吃饭，我负责帮外国客户点菜。他问我：“你推荐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们有中餐和西餐。”他问：“那中餐有什么？”我就开始介绍，有宫保鸡丁，有麻婆豆腐，还有鱼香肉丝。他笑着说：“听起来不错。”可是我太紧张了，点菜的时候竟然把宫保鸡丁翻成空包豆腐、宫保豆腐。服务员愣了一下，客户也笑了，我才发现自己混在一起了。那一顿饭我们都笑个不停，虽然出错了，但气氛非常好。吃饭的时候，客户还问我：“你为什么想做翻译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喜欢语言，也喜欢帮助别人沟通。每次看到两个人因为我的翻译而互相理解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”客户点点头说：“那你一定会越来越棒的。”那句话我一直记得。下午的会议更难了，老板讲得更快，我几乎来不及反应。他一边说，我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想。可是有一次，我真的听错了。他说，这个问题要等下个月解决，我却听成这个问题下个星期解决。客户一听，眼睛一亮，下星期，好快！老板马上摇头说：“不是，是下个月。”
我赶紧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听错了。虽然有点尴尬，但大家都没有生气，反而有人开玩笑说：没关系，下星期更好。全场笑声一片，那一刻，我真的觉得松了一口气。还有一次更好笑，老板在讲项目的时候说，我们要多一点耐心，我太累了，脑子短路，把耐心翻成了 milk 牛奶，客户一脸懵，我自己也愣住了，然后我赶紧改口，不是牛奶，是耐心 patience。大家又笑了，我自己也忍不住笑。后来老板还说，没事，第一次翻译都会有牛奶时刻。这句话成了我们会议的笑话。那天我学到很多，翻译不只是语言那么简单，还要听得快，反应得快，还要观察别人的表情。有时候一句话的语气比词语更重要。比如客户说 "That's interesting"，语气平平的时候，其实可能是不满意；要是语气开心，那就是真的有兴趣。翻译不仅是说，也是听和感受。傍晚会议结束时，我已经又累又开心。老板对我说：今天不错，你第一次做翻译已经很好了。客户也和我握手说 "Thank you, good job"。我笑着说：谢谢，我还要多练习。他们都说加油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特别暖。回家路上，我在地铁上靠着窗户，看着外面的灯光，脑子里还在回想今天的每一个小错误，每一次笑声。其实一开始，我以为翻译工作就是把一句话换成另一种语言，可现在我明白了，它更像是在帮人搭一座桥，让两边的人走过去，微笑着见面。我记得有个朋友问我，翻译工作会不会很难？我说，当然有难的时候，可是每次我看到别人因为我的话而理解对方，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朋友说，那真好，我也想试试。我笑着说，那你要准备好很多牛奶时刻哦。我们都笑了。后来我还参加了很多次会议，渐渐不再那么紧张。我学会了，如果听不清，就可以礼貌地说：不好意思，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或者可以说慢一点吗？这些简单的句子真的很有用。有时候客户也会忘词，我也帮他们找词，我们互相帮助，气氛总是轻松又有趣。还有一次，我帮一对情侣翻译，他们一个说中文，一个说英文，那真是世界上最甜的工作。男生想说，你今天很漂亮，我翻成英文，女生脸红的笑了。然后女生说 "You're cute too"， 我再翻成中文，男生也笑了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翻译不仅是工作，也是让人更靠近的语言魔法。我发现，每一次翻译都会让我更了解语言，也更了解人。有的人说得快，有的人说得慢，有的人喜欢笑，有的人严肃，有的人需要时间思考，有的人一句话就表达清楚，而我就在他们中间，安静地听，认真地说，让他们可以互相理解。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。有一天，我在咖啡店准备资料，旁边一个小朋友问我：哥哥，你是老师吗？我说：不是，我是翻译。
他眨眨眼。那你是说两种话的人吗？我笑着说，对，我帮两种话的人说话。他点点头，好厉害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晚上回到家，我一边泡茶，一边回想今天的一切。我想，虽然第一次翻译的时候出了很多小错，但也正是这些小错让我成长，让别人记得我，也让我更喜欢这份工作。每一个听错了、说错了、忘词了，其实都是学习的机会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害怕出错，只要你真心努力，别人都会理解你。我对自己说，下次要更放松一点，听清楚一点，说自然一点。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好，因为学习语言就像生活一样，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，但每一步都在进步。如果你现在也在学中文，或者也想做翻译，我想告诉你，不要怕，你会紧张，会出错，会忘词，会笑，但这些都是过程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语言不只是文字，而是一种温度，它能让人靠近，让世界更小，让心更近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谢谢你听我分享我的第一次翻译工作，希望你也能从我的小错误里笑一笑，也学到一点小勇气。无论你现在是在学习中文，准备考试，还是刚开始新的工作，都要记得，没关系，谁都会有第一次，重要的是你愿意开始。愿我们都能在语言的路上越走越远，也越走越开心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，晚安。